大家午安啦！今天是2025年9月8号，这也是我们熟悉的桃园机场。我们今天要搭一班非常特殊的航班。好了，出现了，我们今天要搭的就是这一班。对啦，今天就是阿提哈德航空要开航台北桃园，今天是首航班机前往阿布达比。那我很早就规划好，想要来体验一下，就订了首航的机票。今天是首航开箱之旅，我很期待哦。好啦，我们现在check in。那目前的话，阿提哈德在桃园机场的地勤的话，目前是华航代理的。那check in的柜台的话，在24号柜台，所以我们现在check in，拿登机证先。哇，看起来人潮还不少呢。好，我们来check in，准备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首航之旅喽。今天的登机门的话在 B9， 那我们顺带说一下，阿提哈德目前在桃机的话，贵宾室配合的是 Plaza， 就是 PP 的那间贵宾室。对，那贵宾室那个我想我们就不用拍了，那就是有机会我们再去看。对啊，那其实 EY 之前有发新闻稿，他们会跟星宇合作嘛。那我不知道，我好像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种说法是说，星宇现在好像还无法代理外航的这个地勤，对，所以对之后可能如果改用星宇贵宾室的话，那我想体验会好非常多，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走到 D9 的过程，刚好就经过星宇贵宾室啦，就在这里。对，这件我给大家拍过了，对啊，所以这次就不能去星宇贵宾室了。希望之后跟星宇的合作含贵宾室呢就更好啦。对啊，那今天的话在 PP， 那我们就跳过这个环节，我们就慢慢往登机门过去前进。今天在 D9， 稍微要走一下，不过也还好。这一趟的首航的话，其实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我觉得外籍航空公司，愿意来开台北，都是个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情，而且细节很多哦，我们等一下慢慢细聊。对，那上次我给大家拍过那个 UA 开了关岛在台北，但 UA 它本来就有飞台北，只是多一条新的航线而已。而且台北关岛的话，之前华航、长荣也都飞过，星宇也飞过，所以这个航线本身并不是新的，只是 UA 第一次飞行而已。那今天这条就完全不一样喽！台北阿布达比真的是一个全新的航线，而且是阿提哈德来直飞，阿提哈德绝对是第一次来台湾。所以这个首航跟上次的首航意义是不一样的，只是真正有一间全新的外籍航空。对啊，外籍航空来台北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。希望桃园机场的天空越来越多彩多姿，更多外籍航空来，所以一定要来支持一下，对不对？刚刚看到check in的时候，旁边人潮还不少哦，那这样就好像有戏唱了。EY 加油！今天阿提哈德非常的用心哦。今天2025年9月8号的这个台北的首航，派了一台特殊的涂装，是曼城 Manchester City 的这个涂装来台北哦。那这个涂装非常的漂亮，是蓝色的，非常美丽的飞机。我们看着窗外的飞机慢慢靠近来，等一下就要带我们去阿布达比喽。那这台飞机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因为阿提哈德从2009年就开始跟这个 Manchester 这个球队合作，那2009年开始合作之后是长期的合作，所以曼城的主场也因此就命名为这个 Etihad 的 Stadium， 对，所以两边合作非常的密切。那本来前面第一台的这个彩绘机的话是 A330-200，是2011年涂装的，那这个是2019年新的飞机，那这一台也是就是2019年到现在机龄只有5年。那它是56年的飞机，它是波音7879，也是今天要带我们去阿布达比的飞机。那这台飞机的辉煌任务就是在2023年6月11号这一天拿曼城他夺得欧冠的冠军，那同时他们那一年是拿到3冠王，英超、足总杯跟欧冠3冠王，所以就特别的安排这台波音7879，这是曼城足球会的专属涂装飞机，那从伊斯坦堡再送球队回到曼彻斯特。那这是欧洲冠军队首次搭载自家主题的客机返家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喜庆、非常有纪念价值的这个涂装。那今天也派来我们台北的首航，显见很重视这条台北的开航。
那我觉得开航台北是意义非凡的。等一下我们上机之后再慢慢跟大家来说故事。那这一台飞机的这个编号的话 ，tail number 的话是 A6BND Alpha 6 Bravo November 跟 Delta A6BND。我们今天来纪念一下首航哦，漂亮的涂装飞机。欢迎搭乘阿提哈德航空EY899航班前往阿布达比。现在我们开始依照登机组别登机。好啦，谢谢。Thank you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要准备上飞机喽，首航班机。EY899，走 ，Go！ Hello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这是我今天的座位8K。座位的话，一个是正立的，另外一个就是像是倒立的。座位的配置非常的特别。那我今天是正立的座位，正立的座位的话就会在比较靠窗的位置。上了飞机感觉好新鲜呐！各位第一次搭阿提哈德航空，然后这个首航非常的特别。我们来看一下座位的配置哦。我这个座位的话倒是蛮宽敞的，而且是因为正立，坐起来蛮舒服的。登机前的话，这里已经放好了这个背，这个背的话，我来摸一下质感。这棉被是很厚的，这等一下睡觉应该蛮舒服的。然后这是座位的旁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置物空间。这是餐板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小桌板，小桌板的话拿来放东西是非常的刚好。然后过夜包也已经放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打开来看。往后转的话呢，哇，这边这个灯好美啊！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有一些置物的区块，所以打开来的话，里面已经放好了瓶装水，然后耳机也都已经放好了在这边。萤幕也还算蛮大的，来看看窗外的风景。这个座位一正一反的，很可爱。我也是第一次搭阿提哈德，那我跟大家慢慢来说一下阿提哈德好了。阿提哈德的话，目前就是宽体机的话，主要就是以789为主。不过789有分2种，有头等跟没有头等的。那商务舱的配置也有2种，这种的话是正反交替格式的话，另外一种也有是反鱼骨的。那台北这趟的首航啊，本来是传说要派反鱼骨来。对，一开始我订票的时候划位的时候其实是反鱼骨的位置，但后来换成这个，大家本来有一点失望，但原来是要换这个曼城特别涂装机来呀，那也不错啦，飞机很美很漂亮。对，所以这一台不是反鱼骨，所以阿提哈德商务舱有2种配置，这种正反格子的配置，还有反鱼骨。那商务头等舱的话就有7879，然后还有380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空中公寓、空中官邸的系列，那个当然就非常厉害。要不要也来帮大家开箱一下？有没有期待金贝贝找时间去体验一下阿提哈德空中官邸、空中公寓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赶快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享受这趟首航。这趟首航异常的低调，对，异常的低调，就是没有什么仪式，也没有什么水门礼，对，然后刚刚在登机门前面也没有任何的仪式，通通都没有，跟上次 UA 的关岛就是差异是蛮大的，对，不过我们就来好好享受旅程好了。那我们就利用还没起飞前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就先来开箱这个过夜包吧。这过夜包的这个 logo 大家是不是看得出来啦？就是 Giorgio Armani 的，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里面的介绍。这是跟阿提哈德联名的 Giorgio Armani E-Spa 的这个牌子的东西。
对，像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有什么哦。这是一个 body lotion 哦，这是牙膏、牙刷，这是喷的化妆水。哦，眼罩，然后这是耳塞、唇膏。所以像这样一整组JoJo Armani的备品。好了，现在送上的是 Etihad 的湿纸巾。所以他们没有那个毛巾，他们是湿纸巾。这怎么跟疫情刚结束的长荣是一样给同样的这种东西啊？环保湿纸巾。不过它这个有稍微厚一点啦，不像长荣那个疫情后的那么薄啦。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毛巾还是比较好一点，有一点阿拉伯香味。然后再来我们的迎宾饮料也来了，香槟来 ，Cheers！ 我就来介绍它的 menu 吧。这一瓶的话就是它的这个。Brut 就是气泡酒，然后它的白酒的话有 Chardonnay 是法国的，然后有意大利的 Sauvignon Blanc， 然后有法国的这个 Rosé， 然后也有波特，也有甜酒、甜点酒。那红酒的选择也不少，法国的波尔多，然后澳洲的 Shiraz， 然后再来也有南非的酒。对，那这是它的酒的部分。那因为今天是商务舱嘛，商务舱自然不会像头等这么可怕了。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它的菜单。商务舱的话也是属于阿拉卡泰的模式。那 starter 的话可以选择的东西有这个 Arabic 的 Maize， 就是阿拉伯的小菜、咸菜。这个之前我在卡达搭过，有吃过类似的。不过我个人对这个阿拉伯这个小菜，不是很喜欢。然后再有这个煎的虾子 （seared prawns）， 再有那个南瓜汤。主食的话有 roast chicken 烤鸡、seafood noodle 海鲜面、lamb biryani 就是印度香饭，然后羊肉印度香饭，然后 Caesars pasta 意大利面，然后再是 cheese 还有 cheese， 然后 dessert 的话有巧克力的熔岩蛋糕，然后 mango 的 panna cotta， 然后 fruit 就是 ice cream Häagen-Dazs， 然后 all day 的话有 steak sandwich 哦，牛排三明治哦，还有 dumpling selection。Dumpling selection 哦 ，beef bun， 这看来就是亚洲食物啊。然后再有沙拉啦，有沙拉，然后有那个水果甜点都有，然后 chips 啦、cookies 啦这些东西，还有阿拉伯一些东西。不过菜单蛮特别的，它只有英文跟阿拉伯文，所以并没有因为飞台北提供中文菜单哦，它只有英文跟阿拉伯文哦。好，这菜单的部分哦，这个大家没有搭过的航空公司啊，总觉得就是非常新鲜，整个就感官度都提高了呢。那么今天的飞行时间到阿布达比大概是9个小时25分钟，预计的飞行高度38000英尺。刚刚那一段是台籍的机长的广播。那这趟的阿提哈德首航的话，服务的组员也很多都是台湾人，所以非常的亲切，上来就是啊你好你好什么的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刚刚台籍组员的广播大家都听到了吧，对不对？就是台的话有介绍另外2个机师的话都是法国籍的，然后今天商务舱的客舱经理的话是德国籍的，对，然后有一个我们要飞往阿布达比要9个半小时。好啦，那我很期待。虽然今天只是商务舱，今天不是头等舱，不过首航就是赞，对吧？我们来好好享受今天的旅程。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hope you have a good flight. نشكركم على استماعكم ونتمنى لكم رحلة ممتعة مع الاتحاد للطيران. 台湾的夜景也是很美的呢，我们已经顺利的起飞喽，起飞的蛮平稳的，波音7879还是性能不错。这是7879阿提哈德的厕所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装潢的颜色色调倒是跟它整个装潢是非常一致的，就是有像这样子的格纹，然后简单的洗手乳，倒是没有其他太多东西，一样有它那跟刚刚备品同样的这个 eSpa。然后杯子，对，没有什么鲜花，也没有特殊的备品。好，这是比较阳春的厕所配置部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平飞的高度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娱乐系统部分吧。娱乐系统部分的话，它这个操作界面算是蛮流畅的。好，然后有 TV， 有 Movie， 有一些音乐，还有一些 HBO， 还有 FlyPass， 还有 eLibrary Games。我们先来看 Games 好了。Games 倒是蛮多的哦。
愤怒鸟啊，然后这个是game 很多然后大富翁啦 ，Uno 啦，它 game 选择是比一般航空是多蛮多的，而且很流畅。然后再来，这就是一些书 ，e-library。书很多 magazine 啦，像这样子，中东的一些 magazine 蛮多的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这边我们来看看什么 movie 吧。movie 选择也是蛮多的，然后还有一些 HBO 的选择，这倒是蛮不错的。它这个界面真的是蛮流畅的，蛮好的。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我最喜欢看的 FlyPass 啦，然后这个因为它这是中东航空公司，所以做一个指向卖家的这个 pointer， 随时告诉你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看看 map， 我搭飞机最喜欢看 map， 都知道自己飞到哪里了。这个操作界面是真的蛮不错的，然后这个位置其实目前这样坐下来，我觉得空间也是蛮大的。我们今天要飞过去喽，到阿布达比。然后这边的 WiFi 的话，商务舱还是要收费的。就是如果是阿提哈德会员的话，可以免费使用 Chat 的功能，就是语音的讯息，就是讯息。那如果要无限使用的话，它这边是24.99美金全程这一段台北到阿布达比。那今天总共要飞9小时14分。我们今天这一班的话是先往南边飞，到马尼拉的位置，飞到马尼拉之后才往西边走，然后从岘港那边进入中南半岛，然后接下来再从曼谷一路往西，然后再往上。从印度的北部穿过去，然后到达阿布达比，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飞行路程。饮冰饮料上来了，现在就是商务舱的话，平飞之后，他会先上这个坚果，然后跟饮料。那我今天饮料，空服员推荐我喝这个水蜜桃的气泡酒，就是一个 Prosecco， 然后放了水蜜桃的酱汁，很水蜜桃。很容易入口，我们来试看它坚果怎么样。坚果是有加热过的。边吃坚果边跟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阿提哈德了。那我觉得要跟大家特别介绍这个阿提哈德，是因为中东三雄的话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 Emirates 阿联酋的话是规模最大。那也就是说，机队也最大，航点也最多，也有飞台北飞很久了。那另外的话，就是第二是卡达，卡达是 One World 的成员，中东三雄里面唯一加入联盟的一间。那卡达的话，因为它有载体科技，它的非洲航点非常强。那目前这几年经营的也非常的不错。那北美的话有 AA 帮忙，然后在欧洲跟英航合作，在亚洲跟日航合作，其实航点也扩展的非常的快。那目前应该规模第二大。那中东三雄里面，相对阿提哈德就是3间里面规模最小的。而且还差蛮多的就是那个 gap 还差蛮多的。像比如说我们讲伦敦航点好了，卡达一天可以到12、13班，阿联酋也是，阿提哈德可能就只有一半，就是他们规模可能就是应该连卡达的一半不知道有没有。对，那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其实他现在开始是野心很大，想要扩展，所以是在就是在这个2024年。我们念一下这个 Aeroroute 的新闻哈。2024年的11月25号，就是2024年年底，他发表了一个他2025年的大幅度的 network expansion， 航线网络的大扩张。那这个扩张的规模是很惊人的，他一次宣布开13个航点。你有没有听错？一次就讲说开13个。对，但这13个里面当然有一些比较近的哈。第一个是阿尔及利亚，那这个只有用321 neo， 而且一周只有飞4班。然后再来是清迈，也是321 neo， 一周飞4班。再来是河内，用321 neo， 一样一周飞6班。然后再来就是 Krabi， 这是泰国航点，它是一天1班，不过也是用321 neo。然后再来是 Mandam， 这是印尼的航点，一周3班，也是用321 neo。再来就是 Penang， 就是金边，也是用321 neo， 一周是4班。然后再来是突尼斯，也是一周3班，用321 neo。对，所以蛮多航点的话，刚刚念几个都是用321 neo。然后这个 EL Daba， 这个是一周只有飞2班，用320。
好喽，那再来就要到宽体机部分喽。宽体机的话，就是一周4班的7879华沙，好，然后一周4班的7879布拉格，所以欧洲2个航点，布拉格跟华沙是获得宽体机的。然后一周的话是4班。好了，那我继续往下念哦。再来座位数更多，一周5班的7879是香港。香港的话不算首飞，是复飞。它在2020年1月之前是有飞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一周4班的宽体机的话，还有一点是很远的亚特兰大，这也是唯一的美国航点，用350-1000，当然就比刚刚7879座位多了，对不对？坚果好吃，边吃边说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念了半天，从载体科技座位最早的，然后到一周4班的布拉格华沙7879，亚特兰大4班350-1000，到香港一周5班7879，所以你应该可以猜到咯，在这次公布的13个航点里面，座位数最多就是台北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台北的首航我非常有兴趣来搭，就是因为台北在这13个航点里面排名第一。台北是直接就上1天1班7879，直接上就是首航，就是我们今天9月8号，那所以阿布达比9月7号飞过来，所以直接就7879，1天1班直接上。所以在2024年阿提哈的公告的时候，其实当我看到的时候，其实我非常的雀跃，就是哇，就是外国人看见台湾了耶，然后而且把台北航点的重要性立得如此前面，而且超越香港，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难得，因为对欧洲级而言或中东级而言，香港的重要性都远高于台湾，但是阿提哈德的话，它是台湾开的班次比香港多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土耳其航空，土耳其航空也是非常难得的外籍航空，台北的班次是比香港多的。那我觉得在证明了2件事，就是说，台湾到欧洲市场其实是很大的，市场其实很大，可是因为这个地理关系还有政治因素，那华航、长荣不能够往上飞中国的航领空，只能从曼谷、印度那边去绕，所以造成其实华航、长荣的直飞其实时间很长。那你转一次的话，其实时间并没有增加多少，造成这些转机的航班其实很有优势。国泰航空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所以其实，阿提哈德会把台北一次上1天1班，我觉得就是看中这个市场。但是啊，就是天不从人愿嘛，这个市场往往就是这样。当阿提哈德一公告，他要1天就是开1班，直接7879上1天1班之后。土航就率先宣布加班了，所以土航现在到台北已经飞到1周12班了。然后再来就是阿提哈德死对头阿联酋，阿联酋本来1天是1天1班380飞台北，那阿提哈德来了之后，现在阿联酋在8月份就提早阿提哈德1-2个月啦，直接宣布台北变成1天2班，1班777，1班380。所以现在台湾到中东这个座位数啊，根本就是爆炸性的成长。我觉得比去年的台北西雅图那场战争还要更有趣、更值得看。就是上次发生这个状况是台北西雅图嘛，就是本来长荣一家独飞，突然之间变4间，就一家独飞1周10班，然后突然之间暴增2倍多，达美也飞，华航也飞，信誉也飞。那现在这个一模一样的戏码，现在搬到了中东了。现在搬到中东，现在中东就是本来是1天1班阿联酋380，然后土航是1天1班，现在土航变成12班，阿联酋变成1天2班，外加EY 1班，所以这个座位爆炸幅度其实也是非常的大。我其实乐见其成啦，因为西雅图目前看起来好像4家也都活得好好的，当然希望台湾越来越多观光客来嘛，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阿提哈德可以活得好好的。那今天首航看起来是满满的，而且旅行团其实蛮多的，那我就比较放心了，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多飞台北，大家经营得好，就会有更多航空公司愿意飞台北嘛。卡达要不要也来一下？对啊，卡达如果来的话，我们有湾若的成员粉丝，我们就更方便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都只能去香港转而已。所以以上就是这次我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想要来搭这次首航的理由，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是，台北居然在2024年公告的这13个新开航点当中拔得头筹，是座位数最多的新开航点。来为台北
干一杯 ，Cheers！ 台北太棒了 ，Bravo！ 好了，空服员建议我们还是点这个阿拉伯沙拉这个特殊前菜，毕竟大家EY嘛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左边就是阿拉伯的面包跟这个饼。好，中间我们来看一下，前面这个绿色就是这个阿拉伯的沙拉这些菜，然后后面的话，左边的是茄子泥，右边是鹰嘴豆泥，后面是炸的鹰嘴豆泥，然后一些橄榄跟一些柠檬。他说可以配着面包下面的饼，或直接吃都可以。然后后面还是有奶油、橄榄油跟那个沙拉。然后我点了一杯 Sauvignon Blanc 来配沙拉，我觉得不错，酱汁好吃，菜很清爽。好了，我们来试这个中东的东西了。我们要从哪一个试起呢？先试鹰嘴豆泥好了。香料味道很足。茄子，这个蔬菜，跟我很多年前搭卡达在机上吃到的东西不太一样。这个比较可以接受因为很多年前搭卡达的时候，商务舱我记得那个阿拉伯前菜，我觉得那时候我都觉得味道有点可怕。我们来配他说的吃法，就是配这个饼。他说配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饼，然后把它包起来吃。他说像这样，就是包那个沙拉，包鹰嘴豆泥，然后包那个茄子泥，像这样包起来吃。我们试试看哦。我觉得比之前在卡达吃的好吃你就吃一口它这个炸物，它这个炸物也是鹰嘴豆泥，这个炸物有点太硬了，不过鹰嘴豆泥其实都好吃。这个面包跟英航长得一模一样，很好笑面包这一定没问题了，这个长得跟英航一模一样，配奶油。前菜目前还行我现在吃饭，其实肚子真的很饿了，就是今天这个上了飞机之后到吃到这个餐，应该已经过了超过1小时多了，等的时间是有点久，因为今天真的是全满，他们也很忙啦，就稍等一下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南瓜汤来了，我们就用照片呈现喽。南瓜汤呢还给这个大蒜面包，我们现在试一口大蒜面包，香蒜味很够，不过太软了，没有口感。我们来试试看汤吧。这种欧洲中东级的应该浓汤不错吧？浓汤是好喝的，温度有点不够热，我觉得是就是上菜速度跟人太多了。对啊，但汤本身是好喝的。好了，主餐上来了。其实我有点好奇是，因为这台飞机其实蛮有趣的是，它是阿布达比晚上飞过来，到台北表定时间是早上9点多，然后到台北晚上7点多才飞走，所以它其实地停时间很长。地停时间如果很长，其实我就好奇说，所以它这到底是台湾空厨准备的东西，还是回头餐呢？应该不是回头餐，所以难怪吃起来这么合胃口，因为是台北的空厨做的东西嘛。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刚刚前面讲到，我觉得以商务上来说中规中矩。当然你说要比我们的国际3家或是国泰说那种网络预点餐联名款，当然比不上啦，绝对比不上。但对于一般商务舱而言，我觉得中规中矩啦。我们刚刚喝的时候不用布朗，我们现在喝一杯波尔多 ，Cheers。酒的话选就中规中矩，没有就是 OK 啦，就是 OK。好，我们来试一口这个羊肉香米饭。先试一口羊肉先，配一口这个香米饭。我觉得羊肉没有国泰的好吃，但是也算相当不错吃了。香米饭味道不错。至少比起另外几道，我觉得这道应该看起来是比较特色的，就是印度香米饭，然后配这个羊肉，有点咖喱口味，还算不错。好啦，那我就来吃主餐，吃完之后cheese甜点，然后就可以来休息一下喽。因为我们到了阿布达比之后，后面还有别的行程，这趟旅行预计是要拍蛮多集数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喽。好了，我们的主餐吃完了，我们现在上的是这个起司拼盘。起司看起来好像还可以
软起司、硬起司、blue cheese， 然后这个甜甜的这个像国泰一样的东西，苏打饼干跟葡萄都有。然后它的哈根达斯蛮特别的，是这样挖出来一球的，所以他们是有一桶的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配了一杯这个 dessert wine， 我们来试试看喽。我们先试硬的起司好了 ，cheddar cheese， 这 cheddar cheese， 看来还是服务欧洲人多的航空公司起司都不错啦。cheddar cheese 跟其实都蛮不错的。再试试看这个 blue cheese， 类似 BA 概念嘛，就是起司盘不错。这起司盘我觉得有国泰的水平，比华航、长荣的都好。这块cheddar在飞机上吃是蛮香的，软起司、blue cheese 都好吃，配上这些酱啊什么不错。然后 dessert wine 也很好。我们试一口冰淇淋，哈根达斯。是哈根达斯没错，不过是软硬度刚好，蛮可以直接享用的，蛮好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以这个起司跟甜点做我们今天收尾，甜点我们就先跳过了。那飞机餐的话，总结起来，我觉得中规中矩，它是比蛮多航空公司其实也好吃的啦，对，还可以啦，9小时半的航程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完喽。我们的床铺好了，一开始上飞机的时候，垫在屁股后面那一个有阿提哈德招牌图案那个东西啊，其实是就是一个算是床垫，所以大家要记得把它铺在上面。虽然其实它是有个厚度的，所以其实蛮舒服的，搭配上这个被。它这个床垫是有厚度的哦，蛮不错的。商务舱能够有这个有厚度的床垫是蛮舒服的，然后再有一个被，感觉起来宽度应该是蛮舒适的。今天我们其实是准时起飞的，对。那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说，我们今天要飞9小时多嘛。其实上飞机的时候，我看到那9小时多的数据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吓一跳，因为我说，为什么要飞这么久？对，而且就是，我们准时起飞，但是表定就已经 delay 抵达要1个多小时，所以我说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然后，看起来的话，应该是香港那边有台风，所以我们今天本来应该是直接就是往下，然后穿过越南到曼谷，但是我们就要先直的往下到马尼拉，所以我们等于走了一个三角形的两边，走了一个绕远路。但我不确定，就是只是这一段这样绕一下，会超过要多1个多小时，我有点怀疑。然后整个的航程。对，没想到我们从台湾出发也没办法经过中国领空往欧洲那边走，所以确实这样是蛮绕路的。因为就我上次的经验，搭卡达从香港飞，我记得的数字应该是7小时左右而已，所以今天要飞到9个多小时，我其实也觉得哇，怎么会这么久？对，所以今天的这个9个多小时其实是它其实就是飞到曼谷了，对，所以飞到曼谷是6个半。然后再加本来曼谷台北跟3个多小时，这样合起来的9个多小时是这样子来的，对，所以感觉起来时间有点长，对，不过还好飞机上还算舒适啦。那我现在就是还剩下大概1小时多、1小时半抵达，所以我就再点了一点那个 all day dining 的东西。那阿提哈德的话就给了主要是1餐而已，另外1餐就是你睡醒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想要吃都可以。那我先点了一个这个沙拉，因为刚刚那个正餐吃的沙拉我觉得不错，所以我想说那个我们再来试个沙拉这样子。不过这个沙拉就比刚刚主餐的分量有比较大，反正刚刚的沙拉是蛮好吃的。它的沙拉有一些坚果，还有一些摩佐瑞拉 cheese， 还不错。那我再点了一杯番茄汁跟一杯咖啡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吃沙拉。然后我们今天台籍的组员服务真的非常的好，对，然后他就推荐说我这个 all day dining， 像我一定要点这一套，是他们 ATH 的算是一个 signature 的一个食物，就是三明治，不过它叫 steak sandwich， 所以里面就是牛排三明治，算蛮好吃的东西了。对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是饺子，不过就是这种外籍航空公司的那个饺子哦，我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好了，因为上次在那个英航吃过饺子，蛮可怕的。饺子还是要吃华航、长荣、国泰的，我才比较觉得 OK。那 steak sandwich 他说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哦。上面第一个是铺满了芝麻叶，满满的芝麻叶哦。我们来试一口看看哦。它叫 steak sandwich 是因为它里面那个肉真的还算厚。
然后整体口味调味还不错，没有很咸。对，然后芝麻叶蛮多的，蛮香的，牛肉也不错。不过面包的饼皮稍微厚了一点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，然后我们就要来做个总结喽，因为快到阿布达比喽。我觉得阿提哈德的这个商务舱的话，硬体上面我觉得是不错，虽然这个少了一个拉门。它反鱼骨好像就有拉门，我不是很确定，这个是比较旧的设计。但这个设计的话，我觉得它有几个，我先讲优点好了。它的这个不会卡脚，我们又要酸一下某国际航空了。它这不会卡脚，它这个位置很舒服。然后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点是说，它这个床垫很厚，床垫的厚度是很厚的，所以你会感觉支撑力是很好。这个的床垫我觉得要比这个好，可能就是日籍了，要日籍。那我觉得英航的头等的床垫大概也只有长这样而已。它这个床垫是真的是很厚，很舒服，然后背也很舒服，背也是足够温暖，背也很舒服。所以这个铺床部分、睡觉部分，我觉得是非常舒服。而且它这个置物空间的设计哈，就是像我现在录影啊，放这个摄影机或放东西什么的，它置物空间的话，其实也是就是蛮多的。所以置物空间啊、硬体啊，这个地方是确实蛮舒服的。然后这个桌子的设计其实也都蛮好的，所以我觉得硬体上面没有太大问题。软体服务的话，就见仁见智。有人是说阿提哈德服务普通，但刚好我今天搭的这一班就是都是台籍组员负责这一区，那台籍组员真的就没话说，我们这个台湾人服务真的超棒的，就是真的很亲切，然后各种东西，所以服务也没有问题。上餐的部分的话，餐食的口味上面我觉得 OK。你要说到非常厉害，倒没有，但我觉得是 OK 可以吃的，而且也还算好吃啦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对我们而言多了一个很好的选项，让我们可以去欧洲。就除了阿联酋，然后土航的转机之外，我们多了一间阿提哈德，非常欢迎，然后也非常感谢。对啊，卡达赶快来吧！虽然我觉得是有点困难了，因为毕竟3家都来了嘛，不知道卡达愿不愿意来台北。对，目前卡达、香港是1天2班啦，但就好像一直都只闻楼梯响，但是就没有听到确实想要开台北的想法。对啊，我相信台湾市场还是很大。那像我们台北的北美市场，这1、2年真的是蓬勃发展。那希望欧洲市场也可以加油。下一个接棒的应该是星宇要开欧洲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期待桃园机场的下一个首航。对，那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来给大家开箱。那今天阿提哈德的这个体验还算不错。那空中官邸、空中公寓，大家有没有兴趣啊？我是蛮有兴趣的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，下一季飞行再见喽。等一下我们就用阿提哈德就是美丽的夜景跟降落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拜拜。